丧尸爆发，人类几近灭绝。通过电台得知，军队重筑了一片安全区。幸运的是，通往安全区的列车总站离我们家并不远。这个系列中，我将一条命挑战在100天内，一边驾驶列车，一边躲避丧尸的同时，收集到足够的列车燃料，抵达安全区。那么，开始求生。欢迎各位收看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《惊变列车100天生存》第7期。上一期我们一路行驶列车来到了这座大峡谷，现在我们通往前方的铁道已经被这个峡谷给摧毁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搭建一个人工的桥梁，然后再铺上铁轨才可以继续前行。在开始搭这座桥之前，李某人在经过这条隧道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刚经过的这个隧道中，它是有一个密室的。我们过来看一下，看能获得什么。我们尽量走快一点吧，这僵尸越来越多了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先继续用原石把这个入口给堵一下，防止小僵尸进来。小僵尸进来的话还挺麻烦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一共是一个房间，2个房间。那我们先进第一个房间进来看一下。对，这里有个夹子，差一点就踩到了。做个铁镐，先把它给挖了再说吧。这下安全了，得到了一个熊陷阱，感觉这个陷阱应该伤害挺高的，先留着吧。先来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。有个轨道的蓝图，这应该就是咱们铺设需要用到的道具了。看一下第二箱子，一些防腐木板，然后一些铁轨段标准轨。OK， 我们就全部给它收下了。这里也没有别的东西。看一下这个骷髅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把这个骷髅给挖。咱这个房间就探索完了，去下个房间看一下。下个房间是空的，没有必要进去了。这会儿外面应该堵了很多僵尸，讲道理直接出去会很危险的。咱们就往这个方向挖吧，这个方向挖出来应该就能挖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山体了。我们人工再创造一个小隧道。没一会儿功夫，咱们挖出来了，开始准备铺设这个桥吧。铺设桥需要用到大量的方块。好在我们之前下矿挖了几千个原石，这方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缺的。然后我们在搭桥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这里为了防止在搭桥的过程中遭到僵尸的偷袭，先把这个方块弄悬空。然后我们先搭中间的，把这个中间的方块搭置完，再把两边的方块给连接上来。这下面好像还有很多火焰呢，有的列车可能经过这里的时候没刹住，直接掉下去，化为灰烬了。来，我们开始搭建。这边也有僵尸在欢迎我们。咱们好像经过这个大峡谷啊，前面就是一个新的站点了，真不错啊！正好时间到晚上了，咱们搭完桥可以来这里搜刮一下。但是我觉得晚上我们还是在桥上面乖乖的等到天亮再说吧。拿起我们的轨道蓝图，先把这个铺设一下。好了，那么天亮了，我们的桥呢也是修不完了，暂时就先不开车了，因为这里不是有个站点嘛，咱们就来这里探索一下。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物资，还是老样子啊，希望这里有点吃的，有大量的吃的，我们实在是太饿了，光吃腐肉已经吃了很久了，这种日子快过不下去了，再这样下去就要营养不良了。有几栋居民楼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怎么居民楼里面吃的也是这么寒酸呀？看一下厨房。行吧，看来这家人在临走之前有十分充足的时间，把房间里的物资给清理得干干净净的。2楼搜完了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咱们去下一个房间看一下吧。这个小镇仔细一看，怎么感觉这么荒凉呢 ？Nice， 获得了一个金苹果，但是我们吃这个烂苹果，给自己吃中毒了。我们不用这个金苹果的话，感觉会狗带呀。我觉得还是可以撑一下的。2滴血，苟且偷生，活下来了。还有一个蜂蜜瓶。Nice， 兄弟们，我发现了，这根本不是惊变列车100天，这是小丽拾荒生活的100天啊！我们到处搁那捡垃圾呢。早知道后期食物获取那么困难，我们就在生存地先种点农田再说了。这地方也太穷了吧！这有个室外的厨房，我们没有看。又是2个烂苹果，这个烂苹果不吃也罢。看一下箱子，一些有个音乐唱片。行啊，现在好歹有音乐可以听了。最后去站台看一下啊，这里的站台甚至只有一边，这么破旧的吗？这旁边的是什么？是校车吗？看这个色系很像哦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关一下门。站台就不给大家看了，搜了一圈，连个烂苹果甚至都没有了，穷的有点离谱。看来这里的居民真的非常热情好客啊，咱们走了还对我依依不舍，非常的想挽留我在这里做客。真的太感动了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我们有任务在身，必须要先走了，以后我会再回来的，不
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太客气了你们。哇，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，我们终于来到下一个站口了。行，那我们就先把车停在这里。这里会有什么等待着我们呢？这里的遗迹都长满了这么长的青苔了，这么破旧吗？到底我们走的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啊？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一期视频就先给大家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生存，还希望大家帮忙传播视频的点赞，点赞过3000就可以让这个系列活下去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如果想要跟小丽玩到同款地图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小丽主页的简介或者是视频的置顶评论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